你知道吗？脚麻也有可能和你的裤子有关系哦。几天前，我朋友在和我吃饭的时候，他说他的鼠膝附近到大腿外，常常好像很多蚂蚁在腿上爬，麻麻痒痒的，尤其站着的时候更严重。还有一次麻到他站都站不住。我一听紧张啦，要知道啊，麻可是神经被压迫的讯号，他又要经常久站，我想该不会是脊椎出问题了吧？但我稍微瞄了一下他的穿搭，就比较放心了。他可能只是牛仔裤症候群而已。想不到我们物理治疗师连穿搭都可以评估吧？今天这部影片，我要和你分享什么是牛仔裤症候群，以及穿搭会怎么样影响我们的脊骨系统。那么我这个朋友他的穿搭出了什么问题呢？原来他特别喜欢穿紧身裤，像是牛仔裤啊、皮裤或者是 legging。这种紧身的裤子我们都知道可以让腿看起来变得比较长，而且就算裤子不紧，他也会把皮带有多紧就系多紧，因为这样可以显得腰瘦。没想到这些穿搭的方法一不小心就把他的股外侧皮神经给勒到窒息了。皮神经是专门负责感觉的神经，皮就是指皮肤的意思。我们可以把这皮神经当作是气象站，因为皮神经负责侦测的就是温度、触觉、痛觉等等的感觉。重点是它完全不负责动作，而这条皮神经的位置刚好在大腿股骨的外侧，所以得名股外侧皮神经。股外侧皮神经从腰窜出，一路往下钻进鼠膝韧带后，开枝散叶到大腿的外侧。只要压到它，就会出现大腿外侧很像有蚂蚁在爬的那种麻麻的现象。这边帮大家补充一下，麻通常是压迫初期，代表神经有点缺血，只要解除压迫后，很快就可以复原。当有刺痛或者是灼热感的时候，代表神经有些受伤了，即使解除压迫，也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健康。神经压迫最后的最后会变成无感，这可不是神经适应了，而是神经坏死了。这时神经的损伤很可能就无法逆转了。所以当身体感觉到麻、痛、热这些警讯时，千万别忽视。忍痛不是美德，尽早发现问题，解除压迫，神经才能健健康康。那问题来啦，股外侧皮神经怎么会被压迫呢？主要有2个原因，一个就是刚刚讲到的穿太紧了，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骨盆卡前倾。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是穿太紧，特别是牛仔裤。牛仔裤有些材质比较硬的，最紧绷的地方刚好会压在鼠膝这边，这里面有一条鼠膝韧带。今天的主角股外侧皮神经正好会从这条韧带的里面穿过，所以裤子穿太紧，外力就会直接压到鼠膝韧带，鼠膝韧带再压到里面的股外侧皮神经。如果还有细皮带的话，鼠膝韧带就会被勒得更紧，让神经被挤压得更严重。被挤压的地方会怎么样呢？你可以按自己的手掌看看，按下去的地方会变白，那放开就变红。变白的原因就是因为那边的血液被挤出去，这就是发生在你的股外侧皮神经上的事情。它一缺血，大腿外侧就会出现麻、刺痛或是热热的感觉。第2个常见的原因是骨盆卡前倾。要怎么样检查自己的骨盆有没有卡在前倾呢？你可以试试看模仿 Michael Jackson 的经典骨盆动作：前倾、后倾、前倾、后倾。如果你能不带动其他关节，轻松的转动骨盆，那就代表你的骨盆没有卡住，很棒。但如果你的骨盆没办法单独滚动，又是刚好骨盆卡前倾的人，你前侧的髋屈肌就会变得比较紧绷，这群肌肉紧绷也会拉扯到鼠膝韧带，压迫到股外侧皮神经。那骨盆为什么会卡在前倾呢？常见的原因有3个：久站、久坐，还有怀孕。如果你经常要站着，又没有特别训练核心肌群，骨盆的前面就会因为没有肌肉拉住而变成前倾的状态。骨盆如果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前倾，日子一久就会忘记怎么后倾了。如果经常要坐着，坐也会让髋屈肌一直处在缩短的位置。当髋屈肌缩短，就会拉紧骨盆，让它卡在前倾的位置。还有怀孕也会让骨盆卡前倾哦。当肚子变大，前侧的腹部肌肉被过度拉长，拉不住骨盆，也会让骨盆往前倾的方向掉。而且不只有孕妇，只要肚子很大的人，他肌肉受力的状况也跟孕妇差不多，只不过肚子里装的东西不一样而已。要知道的是，不管肚子里放的是宝宝还是脂肪，都会让骨盆容易卡在前倾。如果再加上又要久站久坐的话，问题一定会变得越来越严重。所以除了裤子要宽松一点之外，体重控制也是你需要重视的一个问题。那接下来我要带你做一些能帮你解除骨盆卡前倾的运动。只要骨盆能灵活的滚动，鼠膝韧带压力就会减少，股外侧皮神经有正常的血液循环，就能减少大腿外侧麻的状况了。放松伸展，髋屈肌放松，髂肌，
一开始平躺，髂肌的位置在髂骨的内缘。要找到它，我们会先找到身体 ASIS 的这个点，在骨盆上面硬硬的骨头就是髂前上棘。要操作的那只脚弯曲，把手放在 ASIS 内下缘，沿着鼠膝按压，用指腹轻轻按进髂肌里面，伸压，抬腿舌下。伸压的时候可以配合缓慢的呼吸，舌下之后再找下一个点。股直肌按压，一开始趴着，将滚筒放在大腿前侧。你可以把整只脚分成上左右还有下左右这6个区域，分区放松会比较省力哦。找到疼痛的地方后，压住酸痛点，膝盖弯曲伸直。你也可以压着痛点之后，左右移动身体，一个点脚移动舌下，换下一个点。髋屈肌伸展，首先呈现半跪姿，前脚膝盖慢慢向前移动，脊椎向上延伸，不要驼背。后脚屁股向前推，直到鼠膝紧紧的。接着前脚脚掌向后用力，后脚膝盖向前用力，想象2只脚彼此接近，但实际上身体保持不动，用力维持6秒钟，注意身体不要晃动哦。放松后，后脚屁股继续往前伸展，保持这个紧绷感30秒。这个算一组，30秒后再重复动作，前脚脚掌向后用力，后脚膝盖向前用力，停留6秒。再伸展30秒，反复动作，一共做3组。这动作主要运用本体感觉神经肌肉技术中的等长收缩与被动伸展的原理，可以有效地放松髋屈肌的紧绷状态，提升我们髋关节的活动范围。髋屈肌多方向筋膜伸展，跟前面的姿势一样，呈现半跪姿，将要伸展的脚放在后面，肚脐向上，尾椎向下。骨盆后倾，让肋骨与骨盆对齐，你会感觉到鼠膝紧紧的。伸展到最紧的时候，把手举高，加入左右侧弯，手往右边，屁股往左边，手往左边，屁股往右边。这个动作要慢慢做就好，避免快速甩动。在侧弯的当下，注意维持骨盆后倾，肚脐向上，尾椎向下。屁股不要往后跑，左右1次，重复10次。侧弯结束后，继续保持髋前侧的紧绷，一手放下，向对侧延伸，带动旋转的动作。在每次旋转时，确保身体稳定，拉到极限回来，再次旋转。重复12次换边，一天做3组。大腿前离心收缩训练，一开始站着，前后脚弓箭步。后脚垫起，双膝与脚尖都朝前，膝盖微微弯曲，上半身保持直立，核心稳定，肚脐向上拉，尾椎向下压，维持骨盆后倾。这时候你应该要觉得大腿前侧紧紧的，保持骨盆后倾，慢慢将后腿膝盖向地板靠近，过程中脚跟朝向正后方，不要往地板靠近，身体也不要前倾。上下1次，一组12次，一天做3组。这训练可以增加髋前侧肌群离心收缩的能力，不但能增强股四头肌的力量，同时也增加肌肉的长度，对改善髋屈肌的紧绷很有帮助。臀桥，一开始躺着，大小腿弯曲45度，大腿向外打开60度，脚趾外转15度，双脚踩稳地板。慢慢的将屁股抬起，抬到底后，臀部再夹紧，直到骨盆前侧的骨头 ASIS 和肋骨下缘的骨头呈现一直线。这边要注意膝盖不要内夹。停留3秒后，再慢慢的将屁股放回来，重复12次，每天做3组。
这动作是透过训练屁股的肌肉来抑制对侧髋屈肌的紧绷，也透过骨盆后倾的动作让身体重新练习骨盆后倾。如果在训练初期感受不到屁股出力，也不用担心，因为臀肌太弱或太紧都会让臀肌不好出力。这时可以先用滚筒把臀肌放松，再回来训练，臀部的感受度会明显提升哦。从这部影片中，你能知道大腿麻不一定是什么大病，而可能只是穿搭出了问题。牛仔裤症候群就是因为裤子太紧，压到了股外侧皮神经，才会让你的腿感觉麻麻的。或许偶尔换一下穿搭，症状就能减轻。而且如果是骨盆卡前倾，也可以用今天教你的这些运动，帮你恢复骨盆的灵活，让快窒息的神经重新大口呼吸。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健康是做很多事，比如运动注意饮食、健康检查等等的，但其实真正影响健康的 key point，往往是那些不该做的事。不要吸烟不要久坐，不要穿太紧的衣服等等。也就是说，不是要做更多事，而是要少做不该做的事情。其实我们的身体本来就有自我修复的能力，它需要的不是灵丹妙药，也不是超强的治疗手段，而是你学会正确使用它的方法。很多的时候，只要我们不要给身体施加不必要的压力，它就能给你免于病痛的自由。忍痛真的不是美德，忽视身体的讯号只会让问题越来越严重。与其等到问题发生，不如现在就开始，多听听你的身体在跟你说些什么。我希望你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身体有没有什么坏习惯，正在给身体造成不必要的压力，比如久坐或者是抽烟、喝酒之类的。如果开始运动对你来讲有点困难，也许我们可以从减法开始。欢迎你在留言区留下你自己最优先想减掉的坏习惯是什么。如果我的影片对你有帮助，别忘了帮我分享出去。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啦，拜拜。